上回说到，海军大将发动进攻，一出手威慑全场，瞬间干掉了4个悬赏金过亿的超新星。另一边，路飞一伙遭遇七武海暴君熊的袭击，索隆非常敏锐地发现这是个冒牌货。根据前任海军少将德雷克的解说，我们得知这是拥有暴君熊外形的移动式激光炮，其实是世界政府的御用天才科学家贝加庞克的实验作品。草帽一伙与和平主义者胶着战了很久，大家能用的招式都用上了，也在紧急把这个机器打了个故障。和平主义者失去目标，四处胡乱发射激光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山治迎面飞奔而去，一脚将和平主义者踢飞。索隆使出对的大招鬼泣9刀流阿修罗，在和平主义者的身上一顿猛砍。路飞跳到和平主义者的正上方，3档巨人回旋弹，众人使出全力，终于将这个和平主义者打倒，但已经耗尽了全部的气力。山治发现这个家伙身上有个印记，写着 PX-4， 按照影视剧中的套路，这是个编号，说明还有无限多。山治催促大家赶紧躲起来，如果现在再被袭击，恐怕就要被一网打尽了。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，就在大家准备溜走的时候，海军科学部队队长战头丸带着另一台和平主义者驾到，健康巨斧，气势逼人。话不多说，战头丸下令斩杀海贼，和平主义者 PX-1 立即双手发射光波，逃亡团气喘吁吁。索隆担忧地说道：“如果再打一场，肯定会有人倒下的。”路飞第一次没有莽撞出手，而且果断地下令：“能让路飞说出逃命这2个词的对手少之又少。路飞变得理智了，也到达极限了。同时也可以看出来，敌人确实恐怖，让路飞十分忌惮。大家愣了一下，随即兵分3路逃走。路飞、索隆、山治3大主力也分成3路，分别保护同伴。路飞大吼一声：“兄弟们，3天后在阳光号所在地集合！”战头丸这种强硬派是不可能放任他们逃跑，当即下令 PX-1 追击。和平主义者 PX-1 首先摧毁了12TR通向其他小岛的桥梁，接着随即选中了山治一队。战头丸的选择挑战路飞，路飞用出全力打出激光枪攻击，战头轻轻一推就将路飞的招式化解，并将他击退。但战头丸并不像以往那些敌人一样洋洋得意，他肯定了路飞的攻击确实很厉害，但是自己是世界防御最强的男人。短暂交手就让路飞认识到了战头丸的强大和棘手，他根本没有接触到自己就能隔空打牛，使出非常厉害的攻击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世界之大，强者如云。索隆一队更难受，遭遇了前来追击的海军大将黄猿，一道光波闪过，索隆哀嚎一声被打倒在地。罗宾扯着嗓子喊道：“对方是海军大将，大家小心！”草帽团本来就不高的士气值被打击得更加低落，在全员状态最不佳的时候遭遇海军大将，这不就是等死了吗？除非有贵人相助，否则必死无疑。黄猿抬起脚，闪烁的光波瞄准索隆的脑袋，悬赏金1亿2千万，海贼猎人索隆。之前听说你是个身手不凡的剑士，没想到一招就被我解决了，看来是积累了不少的伤呢，你就慢慢安息吧。黄猿这脚抬的都快有半级了，他自己酸不酸不知道，反正看着是挺酸的。如果不是在故意放水耗时间等下班，就是在等着有人来增援，反正行为很可疑。乌索普和布鲁克对黄猿猛攻，但是完全打不到他那个自然系的身体。罗宾一拍小手，试图将索隆拽走，黄猿眨眼间就赶了上去，一脚踏在索隆身上，将索隆摁住，另一只脚再次高高抬起来。没用的，就想把他挪走，我现在就要了结了他。这时黄猿一直等他的增援来了。只见雷利老爷子踏着凌波微步般的步伐，如风般飘来，一脚飞踹将黄猿的大长腿踢开。黄猿一道光速踢被老爷子改变了攻击轨迹，太刺激了。关键是黄猿看到雷利毫不意外，轮到你出场了，冥王雷利。雷利微微一笑，不要摘掉嫩芽，他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众人松了一口气。雷利表示还没到下班的时间，我们还可以再拖一会儿。雷利强硬地问道：“看来你是不肯放他们一马了，黄猿。”黄猿回道：“下班时间怎么都好说，上班时间放了他们，怎么和天龙人交代？”路飞趁着这个机会歇斯底里的呼唤乌索普和布鲁克，让他们背着索隆拼命的跑。所有人只管想办法逃跑。乌索普和布鲁克反应过来，扛起索隆就跑。现在的我们还不是这些人的对手。弗兰奇一炮轰飞了和平主义者 PX-1，打响了逃跑的信号，全员拼尽全力逃命。路飞还不忘和雷利道谢，雷利笑着挥挥手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黄猿见他们要溜，立即使出8尺镜，准备追上去。你当我这个光速是个笑话，在我面前奔跑，岂不是在侮辱我？雷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一把长剑，一剑挥下去，砍了黄猿的光，将黄猿拦住。黄猿表示，既然你要来跟我比划比划，那我抱着尊老爱幼的原则，一定是来者不拒的。天从云剑，黄猿从手中抽出一把光剑，和雷利开始激烈的对劈。战逃完，呼唤 PX-1，干掉身负重伤的索隆。PX-1 锁定好目标，腾空追了上去。乌索普背着索隆狂奔，回头一看，差点吓尿。布鲁克主动断后，拔剑想为乌索普争取一点时间。PX-1 一道激光喷过来，直接将布鲁克轰飞。布鲁克成功的为乌索普和索隆争取到了1秒钟的逃生机会。另一个小队的山治发现情况不对，立即赶来支援，跳起来一脚将熊踹倒。大熊转身发射激光炮，很快山治也倒下了。即便是无法战斗，山治还是死死抱住大熊的腿，给乌索普和索隆争取逃走机会。PX-1 很快反应过来，抓起山治给了他一招重击。不远处的路飞看到情况，想要赶来支援。
战桃丸在身后又给了路飞隔空一掌，武装色霸气加成，让小小身体的路飞也饱受暴击伤害，被战桃丸几招打倒在地。乔巴眼见伙伴一个接着一个倒下，心中焦急万分，情急之下直接吃掉了3颗蓝波球，跳过普通型的变化，直接开大，变成巨型驯鹿怪物扑向战桃丸。乌索背着索隆再也挪不动半步，一方面因为体力耗尽，一方面因为过于恐慌，双腿发软。PXE 转向乌索普这边，激光炮在手掌中充能。这时，一个温柔的声音从乌索普的身后响起。PXE 很听话的停止了攻击。乌索普回头看了一眼，险些吓晕，因为他的身后站着另一个暴君熊。索隆挣扎着站起身，看了一眼就认出来了，眼前的这个暴君熊是如假包换的本尊。暴君熊俯瞰着索隆，用极其温柔的声音说道：“你还活着呀，罗罗诺亚。如果要旅行的话，你想去哪里呢？”乌索普看到暴君熊脱下手套，大呼不妙，呼唤索隆赶紧逃命。可是哪还来得及，暴君熊的熊掌已经拍了下来，啵的一声，索隆凭空消失，现场的人都看傻了。从黄猿和战桃丸的反应来看，暴君熊的出现也是他们意料之外的，并不在海军的剧本里。娜美惊恐地看着索隆消失的地方，喃喃自语道：“那个招式我见过，在恐怖的3个帆船，有一个女孩就是这样消失的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”自称全世界嘴巴最紧，绝对不会泄露一点情报的战斗丸告诉路飞，据说被暴君熊打飞的人会在空中飞3天3夜，具体会飞到哪里去，只有本人知道，但至少不会在本岛，也不会在眼睛很快能看得见的地方，也许会在远远的大海对面。这时 PXE 将目标瞄准了乌索普，而乌索普的注意力一直在索隆消失的地方。暴君熊一个瞬移来到了 PXE 面前，低语道：“别来碍事儿。”不 ，PXE 也不见了。路飞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别愣着，你们赶紧跑！所有的事情等得救以后再说，跑啊！”曹文团每个人都竭力的保护同伴，但是在拥有压倒性实力的大熊面前，大家都显得那么弱小无力。在路飞歇斯底里的惨叫声中，大熊将曹文团的成员一个接着一个拍飞。路飞此时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。伟大航路前半段就是青铜段位，从现在开始才是真正的强者局，不变强就只有坐等被杀。雷利听见路飞等人的叫声，想要过去帮忙，奈何黄猿太强，分身乏术，同时自己年龄也大了。黄猿和雷利对砍，啥事没有，雷利已经气喘吁吁。与一个海军大将对线，居然还关注别的路，也太小看老夫我了吧！雷利手中长剑一挑，弹开黄猿的攻击。大熊一招瞬移来到雷利身边，低声和雷利说了几句话。雷利一愣：“你想让我相信你说的话吗？”大熊平地说道：“信不信是你的自由，我现在的立场也很危险。”黄猿很不爽：“你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啊，熊仔？”暴君熊瞥了一眼黄猿：“只要不是政府的命令，我们就没有义务和海军联手。你的问题我不会回答你的。”路飞开启2档攻击大熊，大熊瞬移来到弗兰奇和纳米面前。路飞甩出小手枪，大熊张开手掌，将路飞的拳头轻松弹开，接着接连出掌，把弗兰奇和娜美都拍飞。路飞暴怒，怒吼着跳上去，暴君熊瞬移躲开，跳到罗宾的身后。乔巴赶过来，举起巨大的爪子拍向大熊，大熊不慌不忙张开熊掌迎接，不，巨大的乔巴也消失了。在路飞的注视之下，大熊一步一步走向罗宾，路飞怒吼着向罗宾飞奔而去。罗宾伸出手试图抓住路飞，但还没等到路飞抓紧自己，最后一个幸存的伙伴罗宾被暴君熊一掌拍飞。这是路飞第一次感到如此的绝望和无助，只能无力的捶地痛哭。和伙伴们朝夕相处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重复播放。本来欢快又热闹的船上，此时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。路飞跪倒在地，失声痛哭，责怪自己太弱了，连伙伴都保护不了。黄猿这种老狐狸一看就明白了，暴君熊在救他们。黄猿警告暴君熊赶快打个报告，做出合理解释，这可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暴君熊还是没理黄猿，瞬移到路飞身后，举起手掌，轻声说道：“もう二度と会うことはない。さらばだ。”大熊手掌拍下，路飞和那些伙伴一样，像融入空气中的风一样，无影无踪。